其实最主要不管你是在哪里孩子 social awkward 其实是跟家庭是有关联的，不管你有没有做 homeschool。 You can be awkward in public school too.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蒂家庭，我是 Melody， 我是嘉伟妈妈，我是爸爸。在这一集里面，我们想要讲讲在家教育，homeschooling， 因为 we get asked that a lot, quite often。因为我们就讲一下我们家的背景好了，就是我是10岁的时候开始 homeschool， 当我们家搬到加州的时候，然后我弟弟他比我小3年半嘛，所以他是2年级的时候，2年级，然后我是5年级，所以然后呢 I was homeschooled from 5th grade all the way to 12th grade，然后 Vincent 他是 homeschooled from 2年级到8年级，然后9年级他就回到高中去 public school， 这样。So let's talk about homeschooling， 因为我觉得 it's very relevant， 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在面临这个 reality。就是在家教育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所以我们就来讲讲 First of all, what is homeschooling? Homeschooling 的话比较讲的是在家教育，父母亲担任起这个等于是像教师的责任，然后孩子们在家里面有他们的 curriculum 因为这个都还是有政府的一些规定嘛，所以这个不是说不上学，这概念不一样，不是说不上学，而是说我们是在家里面来完成在学校里面可以做的事情，这样。Yeah. 在美国的话，在家教育至少要有一方的父母亲要在家里面。Oh, is that a rule? Yeah, 我记得。所以那个时候爸爸是上班，那妈妈就在家。所以这个申请上是要有这样的资格。所以我第二个问题就是do homeschool kids also need to take standardized tests?And the answer is yes. Can homeschool kids go to college? 我印象里面很多 homeschool 的孩子申请大学其实也是申请到非常好的学校。所以不会说脱离了这个 public school system 或 private school 好像就不能再进去了。It's not like that. 其实进到 college 里面 you still have to take the same tests as everyone else, and if you can do it well, then you can get in and you can achieve that. Yeah, so yes, we do take the SAT. I remember taking the SAT a couple times. 然后也有自己去学 SAT 的那个was it practice book or something? 然后yeah, and I got into college. I just didn't go. How do you know if homeschooling is right for you? Besides, you can afford to have one parent stay home, 因为可能有些家庭必须2个父母都要工作 or something. 那除了这个以外，你怎么知道 homeschooling 有没有真的适合你们家？适合我们父母还是适合我们家 I guess as a whole 就是适合孩子跟父母。我那时候其实是纯粹是我有祷告神呀，我觉得神有特别给我们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好像神给 both 我们 parents 有这样的感动，那就后来我们到了加州，又刚好在牧主，我们那时候有几个家庭都一起做，我觉得就是一个印证所以我只说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信仰，我相信这个是神要我们做。我比较是因为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 conference， 看到一些小朋友是 homeschool 的孩子，我是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我很惊讶，说他们怎么会这么有礼貌这么的这个，然后学习这么的积极主动我里面有一个羡慕所以里面是有个羡慕，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机会。对，后来是到了加州，刚好听到说旁边有人这样做，我们就顺理成章的做。那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也在考虑，我们那时候有要服侍神嘛我里面其实那时候有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常常带着孩子们到世界各地去服侍。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还在学校，的确是一个困难，就是说那父母亲怎么样能够放心的出国，然后孩子留在美国这样。后来就想到说那如果 homeschool 那就是更好的一个这样，就不用在学校请假。对，所以我们后来
有好多机会带着你们到世界各国去看，去经历。Yeah， 如果这个 family 他们 they like to travel or they like to do a lot of extracurricular things， 然后希望跟孩子有更多的这种互动，那 homeschooling 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家庭。我刚刚听你们两个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说哇，真的很早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家庭要一起服侍的概念放在我的里面。这个我以前还没有想过这么早，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回到台湾来，神真的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用一个家来呈现哈，我回来要做母亲，爸爸要做爸爸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其实很早。神就 plan 这个 seed 在我们的里面。其实你讲这个我要讲，那时候我其实还在公司上班嘛。后来有一次我们礼拜五中午有查经班，那我有去参加。然后那一次就那个讲员他就问我们说，每个人拿出一张纸来就写下来，说你对你自己的期许，5年之后你希望看到什么？我还记得。然后10年之后你希望看到什么？我记得很深刻，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写了5年之后，我能够全时间服侍神。然后呢，10年之后呢，我看到我全家一起服侍神。哇！我现在想想说，哇，这个祷告神听到了耶！我都还记得你画的那个图嘞。哎呀，对哈。我们有一点岔主题了。好 ，Let's get back on track. Okay, I guess the most obvious question 大家想到 homeschool kids 的时候 ，the most obvious question is: Are homeschool kids less social? 就是他们会不会在人际关系上比较尴尬？因为 homeschool 嘛，在家教育就比较少跟其他孩子互动At least that's the conception. 所以 ，Do you think homeschool kids are less social?Homeschool 的孩子，因为他不是跟同年的孩子都挤在同一个班嘛，这些 homeschool 孩子的时候，他们的各种年龄的孩子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跟其他的家庭大家一起 homeschool， 那孩子都不见得同年的，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至少你跟 Vincent 好像在这种没有这样的一个 peer pressure 里面就是说这种别人玩什么东西，你都要跟他一样玩同样的东西，而且你会有更有一种成熟度，你们跟大人讲话比较不会别扭，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小家的时候，你们看到小家的叔叔伯伯阿姨来的时候，你们都跟他们都很亲切，很那个，不会像有些我看到有很多在学校的孩子，他们只知道跟自己同年的孩子相处，他们不太知道怎么跟大人或者比他们小的小孩，他们反而不知道怎么相处。因为他们就觉得说，所有比他们大的叔叔阿姨都是权柄。It's like there's already an automatic fear of authority or authority figure 的那种概念。Because in school, like all of the 叔叔阿姨 are your authority， 就是你的老师principal， 他们可以管教你。但是 like in homeschooling, like it's not like that， 就是我们的关系是比较 casual。对，其实最主要不管你是在哪里，孩子 social awkward。其实是跟家庭是有关联的，不管你有没有做 homeschool， You can be awkward in public school. Yeah， 我常常觉得我是因为看着孩子们一起长大我也在这个当中我有学习，因为我就发现孩子们很多都看到我们的榜样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是什么样的父亲这些他们在这边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其实都看得很清楚。那个的榜样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So I will answer that. 我觉得 are homeschool kids awkward, socially awkward? 我觉得 yes and no. 因为 of course 我也有 meet 就是一些 awkward kids， 但是我也有 meet 过 public school awkward kids. You know, there's awkward kids everywhere. 我觉得 and then I've also met 就是非常 open 非常慷慨的 homeschool kids， 就是 they don't have any fear of people。 所以我觉得 homeschool kids 真的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family， and 就像爸爸说 when you're homeschooled 你真的有比较多时间跟机会 to do things with people outside of just your peer group， 就是不是只是你同年龄的孩子。 So I think homeschooling 就是 you can take advantage of it or you cannot。 So if you take advantage of it， 其实我觉得这孩子是可以变得还蛮全的。
，yeah， 但是就是要注意啦，然后要家庭教育这一块就变得很重要。All right, so I guess let's get practical. What homeschool curriculum is best for my child? 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看了几种不同的了哈，我们后来选了一个阿贝卡的教材哈，那它那个就是根据你的不同的年纪，它就给你设计进度。我是觉得现在哈，网络比以前又不一样了。其实，在你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美国就有一个叫 Khan Academy 哈，那它那个就是网络的，你登录进去，你可以选很多不同的课，然后呢，每一个课你自己考试，按照你自己的进度。所以有些你比较好的，你就可以 far ahead， 对，有些你比较慢的，你就 slower， 因为你重点不是你去跟别人比，而是跟自己有没有进步来比。那你如果比较不熟的，你就可以 repeat， 呀。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教材不是只有美国有，现在在台湾有军医那个吕冠伟那台北那个科批他们也做了一个Cook COOC。这样的一个也是网络平台，那他们这个的话就是跟学校是配搭的。其实我还讲现在其实很多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孩子都学得很快，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这个叫做 mentor， 就是 life 这个生命导师 life coach 生命导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哇我物理化学数学我已经不太行了，我怎么去 coach 他？其实很多东西他是可以从网络去学到的但是他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他怎么做人在各种 character 上面可以更 mature。 Yeah, I feel like knowledge is really so prevalent. 就是你如果真的 hungry 的话 you will learn a lot. much.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哪里找到 knowledge or which curriculum whatever， 就是其实真的有很多 resources， 但是主要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学习的能力，然后他有没有渴慕学习，就是他的那个 hunger for life, hunger for education. I think that's more important. And I think homeschooling 就是我觉得还蛮可以培养一个孩子这样子的心，因为我觉得在 public school, not to put down public school, but like because it's a system and like you are forced to, and it's all about grades, it's all about grades. So it's like, 那你读书是因为你想要你爱读书，还是你只是想要考好的成绩？ Then I think 那个 motivation 就不够纯。In homeschool, it's like I don't have to compare with anyone. I'm only comparing with myself, so I have no pressure. 然后我觉得我读书就是为了我自己。I think homeschooling, like you said, 就是 it's more individualized. 所以每一个孩子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一个孩子的学习的方式也是会不一样，可能他比较需要用摸的、用做的、用尝试的，另外孩子可能用读的就可以。然后他们的兴趣都会不一样。So how do you specialize your education? 所以 homeschooling 就是从更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specialize. You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you're getting your masters to specialize in something. 就是你 homeschool 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开始 customize 这个 education to fit each child's needs 跟 interest. 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都很重要，但我觉得真正很重要的是这个人的品格那这个品格从小怎么样让孩子就知道，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清洁的心你不知道怎么去对待别人怎么样去用神的眼光看待别人或看待你自己，这个后来你哪怕任何的成就，你全部都要再回来再重修这个生命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小的时候能够让孩子在圣经的一个原则的里面，父母亲的一个陪伴的里面， life coach 的里面，一直陪伴他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重要。好，那还有小的时候，我觉得 homeschool，我看我们家女儿跟我们弟弟我觉得他们的天分就很特别，因为小的时候就很彰显这个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他可以一弹琴弹几个小时。那我们家儿子也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喜欢蹦蹦跳跳。从5岁就开始，只要一有音乐他就跳，就一直跳一直跳。我觉得很感恩我们家儿子那时候就讲，他说他这一生最大的这个福气，就是居然能够做他最喜欢做的职业，然后他又 enjoy， 然后他又 good at。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给父母亲最大的安慰，也是我们可以给孩子最大的产业，就发挥到到底孩子到底选给他的天分是什么。So, would you guys recommend homeschooling? 我觉得还是要带孩子一起祷告，到底这是他们的意愿。那像我们家儿子就没有啊。Yeah, that's true. 像 my experience is not the same as Vincent's experience. 然后后来他就回了 public high school, and I think it was really good for him because 他在 public high school 他就真的可以发挥他的那个 dance, and he set up like dance hip hop clubs all across Fremont.Right, at different high schools. So 我觉得其实他的护照就是这样子被发现的。So yeah, I guess it's true.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Yeah. 好 So I hope we answered some of your questions. 我这些问题都是 I googled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homeschooling. So I hope it was helpful and it answered some of your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然后如果你们还有对 homeschooling 或者 any topic actually有什么的问题，你们可以留在上面 maybe 在未来一集我们就可以去 cover. So 谢谢你们看，拜拜拜。